有缘人，您来了。我是慧真居士，刷到这条影片，并非偶然，而是冥冥中天命的安排。你即将开启好运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古老而神奇的智慧，这个智慧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。作为一位研习数十载的修行者，我深知生活中有许多看似平凡的物件，实则蕴含着深不可测的灵性力量。今天要说的就是最普通不过的大蒜。大家可知道，在中医典籍《本草纲目》中，大蒜被誉为9大仙草之一。它不仅能驱邪避秽，更能聚气纳财。尤其是睡前在枕头下放置一颗完整的大蒜，这可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结晶啊！为什么偏偏是大蒜呢？且听我细细道来。首先，从阴阳五行来说，大蒜属火，具有极强的阳气，在夜晚阴气最重的时候，恰好能够中和阴阳。其次，大蒜的形状浑圆，象征着圆满，而其层层包裹的特质，正如同替我们阻挡外界的不良气息。更重要的是，大蒜具有特殊的气场频率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修行界中有一个说法，气场相合，福泽自来。大蒜的频率恰好能与人体的能量场产生共振，在睡眠时形成一个保护罩，这就好比给你的睡眠空间加了一道天然的结界。但是千万要注意，放置大蒜也是有讲究的。第一，必须选用新鲜完整的大蒜，最好是白皮紫心的品种。第二，一定要把蒜衣完整的保留，因为蒜衣就像是大蒜的护甲，能够封存其灵气。第三，每7天要更换一次，这是因为大蒜吸收了负面能量后会慢慢失效。很多人问我，慧真居士为什么一定要在睡前放，白天放不行吗？哎呀，这个问题问得太妙了。古人云，子时得道，事半功倍。子时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，是一天之中阴阳交替的关键时刻。这个时候放置大蒜效果最好，但是要注意了，千万不要在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就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白天阳气当头，若是提前放置，反而会打乱自然的阴阳平衡。就好比吃药也要讲究时辰，这是很有讲究的。接下来说一个更重要的话题，枕头下绝对不能放的东西，这个可太关键了。首先，镜子是绝对禁忌。我知道现在很多姑娘喜欢随身带小镜子，但千万别把它放在枕头下。为什么呢？镜子在道家称为阴气，它会把阴气聚集，容易引起睡眠不安，甚至会做噩梦。其次，任何带有开光的佛珠、玉器都不能放在枕头下。很多人以为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，放在枕头下能保佑平安，这可大错特错。开光的法器都带有特殊的能量场，若是随意放置，反而会影响它们的灵性，得不偿失啊。第三个禁忌就是钱财。现在很多人喜欢把钱放在枕头下，说是能够旺财，这个观念可要不得。钱财属金，夜晚本是休息的时候，把钱放在枕下，反而会让你的心神不宁，想着钱的事情。俗话说，财不露白，这个道理要牢记。再说说时间的问题，很多人问，慧真居士，放了大蒜，多久才能见效呢？这就要说到3七之数了。道家讲究3生万物，7为成数。一般来说，坚持21天，也就是3个7天，就能见到效果。当然，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感应的速度也不一样。有的人可能很快就能感受到变化，有的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。最重要的是心诚则灵。如果抱着怀疑的态度，再好的方法也是枉然。就像我们念经一样，要用虔诚的心才能与佛祖产生感应。放大蒜也是一样的道理。那么，如果不小心把不该放的东西放在枕头下了，该怎么办？别着急，我接下来就告诉大家破解之法。首先，说说破解之法。倘若不小心把不该放的东西放在枕头下了，该如何化解呢？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3步净化法，这可是祖师爷传下来的珍贵法门。第一步，天地清气。
立即把不当物品移开，同时打开窗户通风，让邪气散去。最好在早上7点到9点之间进行，因为这个时辰是一天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。记住，通风时要默念天清地净，邪气散尽9遍。第二步，咸香化秽，准备1碗纯净水，放入少许精盐，把这碗盐水放在床头柜上，连放3天。为什么要用盐呢？因为盐有驱邪避秽的功效，在古代就常用来净化空间。这个方法一定要严格遵守3天，不能多也不能少，这是有讲究的。第3步，五行归位，取5种颜色的线青、红、黄、白、黑，分别代表5行，将它们编成一个小绳，在月亮最圆的那天晚上戴在左手腕上，佩戴7天后在流水中化开。这一步骤讲究的是物归原位、五行重整的道理。很多人问我，慧真居士，如果错过了月圆之夜怎么办？不必着急，可以等待下一个月圆之夜，但在等待期间，建议每天早晚都要诵读心经1遍，以保持心境祥和。说到这里，我要特别强调大蒜摆放的一些细节。很多人反馈说，放了大蒜却没效果，究其原因，往往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关键点。第一，大蒜的朝向很重要，蒜头要朝向床的北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北方属水，水能生金，而大蒜的功效需要借助这种生发之气才能最大化。第二，大蒜不能直接接触枕头，最好用一张黄色或红色的布包裹，这2种颜色都属阳，能够增强大蒜的效果。包裹的布最好是棉质的，不要用丝绸或化纤材料。第三，如果你的枕头是记忆棉材质的，效果可能会打折扣，因为记忆棉含有化学成分，会影响大蒜的灵气传导。建议使用传统的棉花枕头或荞麦皮枕头。现在说说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，睡姿的问题。很多人睡觉时经常翻来覆去，这样会影响大蒜的效果。最好是采用吉祥卧的姿势，也就是右侧卧位，这是佛祖涅槃时的卧姿，能够让气脉通畅，更容易接收大蒜的能量。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，在放置大蒜的这段时间，最好避免使用五荤。什么是五荤呢？就是大蒜、韭菜、葱、蒜苗和星渠。你可能会问，既然大蒜这么好，为什么不能吃呢？这是因为食用和外用是2个不同的概念。食用会导致体内阳气太盛，反而影响大蒜在枕下的效果。记住，万事都讲究一个度字，再好的东西用过了头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就像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，修行也是要循序渐进的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些真实案例，让大家知道枕下放大蒜的神奇效果。且听我说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。有一位住在台北的施主，每天晚上都会被惊醒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拉他的脚。他去看过很多医生，也吃过安眠药，但都没有效果。后来经人介绍来找我帮忙，我一看他的面相，就知道是阴气入体的症状。我教他使用枕下放大蒜的方法，特别叮嘱他要在农历初一开始放置。为什么选择初一呢？因为初一是新月之日，正是开启新气象的最佳时机。果然，仅仅过了7天，这位施主就传来好消息，说睡眠质量明显改善了。还有一位经商的林老板，生意一直不太顺遂。我发现他的办公室风水有些问题，于是建议他在办公室的休息室也试试这个方法。但是要注意，办公室和家里的布置方法是不一样的。在办公室，大蒜要用红布包裹，而且要在午时放置。为什么偏偏要在午时呢？因为午时是太阳当头，阳气最足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布置，能让商运更旺盛。林老板照做之后，生意果然开始好转，甚至还收获了几个大客户。现在说说进阶的使用方法。其实大蒜的效果和个人的生辰八字也有密切关系，比如属火的人最好选择红色的布包裹，属水的人则适合用黑色的布。至于放置的时间，也要根据生辰八字来定。举个例子，
如果你是五行缺木的人，最好选择在寅时放置，因为寅时属木，可以借助这个时辰的木气来补足自身不足。如果你是五行缺金的人，则要选择在申时布置。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大蒜的保养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放了一段时间后效果就减弱了，这是因为大蒜也需要充电。每逢月圆之夜，要把大蒜拿出来晒月亮，让它吸收月华之气。这个过程最好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之间进行，时间大约15分钟就够了。说到这里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，最近有些不良商家在网上兜售所谓的开光大蒜，这种做法是不对的。大蒜的效果来源于它本身的天然属性，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开光加持。切记，大蒜是取其自然，而不是求其神意。现在我们来说说一些禁忌，这些都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。第一，不要把大蒜放在电器设备附近。现代人的床头往往放着手机、平板等电子设备，这些设备会影响大蒜的能量场，最好保持至少30公分的距离。第二，如果家里有年幼的孩子，千万不要让他们把完整下的大蒜，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大蒜的完整性，另一方面也是避免孩子接触到过强的气场。第三，在特殊的日子要暂停使用这个方法，比如农历7月、清明节等时节，因为这些时候阴气特别重，不适合使用任何增强阳气的方法。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点，就是在使用这个方法的同时，也要注意自己的心态，不要过分依赖，而是要把它看作是改善生活的一个辅助手段。真正的改变还是要从内心开始，要保持善念，多行善事，这才是根本之道。说到大蒜的灵性作用，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一个重要的细节，很多人只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大蒜之所以有这么神奇的效果，是因为它含有纯阳之气。在道家经典《黄庭经》中就有记载，一物之中藏天地，半两之内产阴阳。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真实案例。有一位张居士常年被噩梦困扰，他找到我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。我除了教他枕下放大蒜的方法外，还特别叮嘱他要在睡前诵读安眠咒。这个咒语是这样的：天清地灵，五行俱宁，无邪可存，一觉安宁。要念7遍，然后再躺下。果然，经过21天的调理，张居士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。他告诉我，不仅睡眠质量提高了，就连工作效率也提升了不少。这就是所谓的身心合一，内外兼修。现在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不同季节使用大蒜的注意事项。春季，此时万物复苏，阳气上升，大蒜要选用新鲜的青皮蒜，因为这种蒜的生机最旺盛。夏季，天气炎热，阳气当头，这时候要选用白皮蒜，并且要用绿色的布包裹，以中和过剩的阳气。秋季，此时阴阳转换，要选用紫皮蒜，这种蒜的效果最温和，适合这个季节。冬季寒气最重，建议选用大个的独头蒜，这种蒜的阳气最足，能够抵御严寒。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，就是如何判断大蒜是否需要更换。除了看时间，还要观察以下几点。一、大蒜的外表如果开始发黄或变软，就说明它已经吸收了太多负面能量，需要更换。二、如果闻到大蒜有特别刺鼻的味道，也是需要更换的信号。三、如果你连续3天都做同一个噩梦，很可能是大蒜的效力减弱了，需要更换。最后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诀，在更换新蒜的时候，可以念一段简单的咒语：新蒜接力，旧蒜归土，吉祥如意，永除邪祟。这样可以确保新放的大蒜效果更好。记住，这些方法都是我们祖先留下的智慧结晶，它们经过了几千年的验证，确实有其独特的价值。但是，我们也要与时俱进，把这些传统智慧和现代生活很好的结合起来。总而言之，枕下放大蒜这个方法看似简单，实则大有讲究。只要我们用心体会，严格遵循这些规矩，就一定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奥妙。
善哉善哉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恩各位有缘人的关注，愿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宁与祥和。阿弥陀佛，请大家记得点赞关注，未来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生活中的智慧。讨论区留下你的困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